Hello， 大家好，小尾巴狗狗又来讲故事啦。现在连洗衣房也沦陷为小尾巴们的新家喽。小尾巴们住在欧文哥家已经2个礼拜了。小尾巴们已经完全适应了厨房环境，开始对陌生的东西下手了。然后就看到了小灯笼倒地不起的案发现场。A few moments later. A few moments later. 吓死小尾巴妈妈和姐姐啦！你自动现身了，在催着 import permit。Pet Courier 有什么新消息吗？Pet Courier 只是在等你的 import permit 而已嘛，你还有什么消息哟？飞机位置定了吗？Pet Courier 可以在系统里面查，因为我需要写一封正式的邮件给 KLA Quarantine Station 关于更换飞行日期的，所以要再检查一下。因为马来西亚国庆日的关系，所以批准延迟了。我会继续跟进。我们就电邮了 Pet Courier 关于 R&D 的飞机位置预定。Pet Courier 回复了我们，飞机位置已经预定也确定了。我们现在需要 import permit 和豁免14天 Hendra blood testing 来得到澳洲政府的 export permit。这个星期五必须要拿到，这很重要，因为关系到小尾巴们下个星期2的飞行计划。收到这封邮件后，我们就通知了 R&D 这个消息，这个星期五必须搞定。Hendra blood test 报告出炉啦！护士信息我们说报告收到了，护士也问我们还有什么需要医院提供帮助的吗？医生和护士真的太好人了。其实医生和护士也很担心小尾巴移民的进展，非常感谢他们的大力帮助呢。我们随后马上通知中介们这个好消息。小灯笼又在重演案发现场。然后三角星跑跑学会变身洗衣液瓶子了。今天护士把 Hendra blood test 报告送来欧文哥家啦，真不好意思麻烦他。然后呢，因为小多多和小乖乖是最近才收养的，而要再上飞机必须要 F4 疫苗的证明，所以今天是小多多和小乖乖第一次打疫苗。小帮人第3次案发现场，所以是在求关注。
继续追着 R&D 的 import permit， 在等待批准请求，这9月8号抵达。9月8号是飞呀，9月9号才是抵达啊！哇，真的是不可以出错啊，很麻烦的。然后又再跟我重复确认飞行时间。最后终于在下午6点 ，R&D 终于得到了 import permit， 但是14天的 hand drop blood test 要求还是一样。批准人员是改不到这些东西的，别人的 import permit 是1个月，是那时候的政策是1个月，现在改回了，并且会写封信给 quarantine station 说9月9号会到。你们问一下 Pet Couriers 这个 import permit 能接受吗 ？Blood test 几时开始进行的？喂，老魏，你到底有没有在 follow up 我们的小尾巴移民进展哦？什么都不知道。在 import permit 发出去不久后 ，Pet Couriers 就回复了，我们没有得到豁免14天 blood test 的要求，小尾巴们一定飞不到。如果这个星期五没有得到豁免，飞机会取消，甚至 blood test 又要重做。重做的话，能不能准时拿到又是一个问题。得知了这个消息，我们把希望寄付在 R&D 的座位，请求他的帮忙。了解现在这个状况，但是有些事我们控制不了，但是我们会尝试找解决方案。R&D 恢复了 Pet Couriers 的店主问问 Pet Couriers， 我能拿到 KLIA Quarantine Station 的信件，上面会说小尾巴们可以在9月8号抵达马来西亚，行不行？稍后 Pet Courier 很快又恢复了，不行。政府必须给你一封写着豁免14天的 blood test 要求。澳洲政府部门会检查所有的马来西亚进口条规，如果不符合，政府就不会批准出口，飞机也不会接受小尾巴们的。案例阅读后告诉我们，豁免性很不实际，我们也有遇过类似情况。不管如何，我会让我同事再问问看，看这个能不能实现。这个是我最担心的。最后 Pet Courier 又发了一封电邮过来 ，Import Permit 你写着9月3号会到，但是 Import Permit 有效期是到11月1号，所以还可以用。我看到这封电邮后，案例的各种表现真的是让我们捉急啊！